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最常用的一套极简創作配置。我現在隨身最常帶的就是這2台拍攝設備。第一台是 Insta360的 Ace Pro 2， 我最近很喜歡用它來記錄我的第一人稱視角，因為掛在脖子上之後呢，它就像一個隨身記錄儀一樣，能直接拍下我拍攝的過程。对觀眾來說呢，也會更像是跟着我一起在街頭散步，一起找畫面，一起按下快門。而且這種拍法有一個好處，就是我不用一直分心去管机器，我只需要專心去拍照，它就能幫我把過程記錄下来。那它的翻轉屏也很實用，不管我是低角度、高角度，還是想快速的確認一下构圖，都会方便很多。另外呢，我自己最在意的還是畫面的色彩。Ace Pro 2的直出观感本来就不錯，而且它也有 Insta360 自己的 Log 模式。用 Log 模式呢，你可以还原出很多的畫面細節。同时呢，直出它也很好玩，就是它有徠卡的色彩，有富士的色彩。那因为我自己在大多数情況下都是用富士相機去拍照，所以它的富士色彩跟我用富士相機拍出來的畫面放在一起就不會太跳，可以省掉不少後期調整的時間。還有就是它的徠卡色彩，它大概可能是年輕人買到的第一台徠卡，可以這麼說嗎？當然它也有很多的徠卡風格的色彩預設，拍出來的顏色非常的不錯。另一台呢，就是我的隨身攝影師，也是 Insta360 的 Flow Art Pro。它最直接解決的問題就是我一個人拍攝的時候已經有了主視角的畫面，那麼誰來拍我？這一點對於整個影片的畫面豐富度來說也是很重要的。我最喜歡它的一點就是它和蘋果的 Docket 做了深度的融合，也就是說，如果為了方便的話，你就不需要再額外打開第三方的 App， 直接用 iPhone 的原生相機就可以開始追蹤了。那這一點其實很重要。那因為一個人在拍影片創作的時候呢，你要顧及的東西非常多，你既要顧及眼前的畫面，也得顧及你的拍攝器材，所以它的設置步驟越少呢，就越能提升你的拍攝效率。而且它還支持360度的追蹤，然後把它放在路邊呢，自己拿着相機走，然後轉身，或者是圍繞它甚至繞一圈，然後我的手機鏡頭呢都可以很穩定的跟着我。當然它的功能不只是這些，如果使用 Insta360 App 來拍攝的話呢，就能解鎖更多的專業功能。那比如手勢開拍，可以解決沒有人幫忙按快門的問題。那寬屏電影模式呢，也可以直接拍出電影感畫幅的效果，非常適合 B-roll 的拍攝。那如果你也想開始做攝影自媒體，真的不一定要非要等團隊等預算，那先用簡單的配置把你的第一支影片拍出來。